李，你到底要干什么？这个电台里的石英晶阵的频率是共产党使用的频率，谁拿着这个电台，谁就是共谍。敢和你相认，是因为我们要先向组织汇报。现在碧云同志已经遇袭，说明你们两个人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下一个遇袭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你，所以组织一会儿进你的车子，会把你安全的送到上海地下党的情报站。这里面是我从密码研究所带出来的机密文件，务必送到他们手中。我们的领导就在那里等你。白夜同志，不能再耽搁了，走！哎，你等等，从这边走，快！这里就是劳国生路，车马上就到，到了以后你赶快走，不用管我们。带枪了吗？你们不跟我一起走吗？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任务。车来了，同志，我们延安见。延安，别回头。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护沈万清的共党身份。但是梁景元真的会相信你吗？叶爱达是他的人。现在电台在叶爱达手里，就坐实了他就是共谍的身份，这是铁证。哪怕叶爱达是梁景元放出来的饵，可是他现在死了，也就是死无对证。如果接下来我们有机会见到佛祖墓的话，就可以向他证明梁景元他治下不严，因为共谍就是他手下的人。你想的太天真。梁景元为什么会让你见佛祖墓？他不会让你见佛祖墓。爱达，爱达，爱达，梁景元，你个王八蛋！马上，封锁三阳里。
所以接下来将是一场心理战。佐佐木给梁九元的时间不会太多，只要我们扛住了梁九元的审问，他从我们这边找不到证据，梁九元就只能吞下最后的苦果。一晩だけ一晚上，時間を与えよう。我只给你一晚上。三阳里已经被我控制下来，三六里はすでに我申請對李月色動刑。我も申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結果は分かってるんだ后果ろうな。你想清楚？后果就是，我能替您一举把东源寺家族势力同時の勢力清除この新政府の情報システムから追いやります。よし、很好，拷問の権限を与えよ我可う。しかし朝までに共産党員が見つからない場合は研究所の人間は一人も残さないつもりだ。这个屁我一个都不可以君も含めてな。怕过。既然你能想出这么完美的计划，以后你也不需要我了。你也做出你想要做出的决定了。哎，你放心，我没有杀身问情，我也不会出卖他。欠你的，我还给你。沈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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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沈先生，沈先生，你听我说，你的电台已经被我处理掉了，我让叶爱达抱着你的电台死在了日本人手里，坐实了他的共谍身份。但是叶爱达是梁九元的人，他一定会马上封进三衙门彻查这件事情。只要我们能够扛过审问，不露出任何的破绽，就有机会翻盘。你的情报我们就能送出去。沈先生，我根本不是什么约策，我叫丁一，长生剧团的演员。显小姐、显碧云是我的入党接手人。三阳里能进，大门关上，一律不许外出。白夜同志，别犹豫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底全都交给你了，现在你必须相信我。台阶。李所长，李所长，沈先生，您免载。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梁所长，还有意思，查找电台居然找到自个儿家里来了，研发密码的地方出了鬼。上海日军总部新政府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啊？我的脑袋，还有诸位的命运，都要仰仗今天晚上的调查结果。
来吧，我想听听你们的建议，到底谁才是这个鬼啊？电台在谁手里，谁就是鬼。去查电台啊！你说的没有错，电台在叶爱达小姐手里，但是她不是。有人骗取了她的信任，让她拿着电台离开了三阳里。这个共谍狡猾的很啊！梁所长，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是那个共谍呢？因为我相信他，就这么简单。今天只有你们几个在三阳里，测向车测出来的发电讯号是晚上6点03分。我想问一下，这个时间段你们都在做什么呀？梁所长，你这是在审讯吗？我只是问话而已。如果你们拒不配合的话，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审讯。我在家，在看今天的工作手稿，该睡着了。我和李环也在家休息。我从医院回来，在和查理帮碧云收拾衣服，准备送去医院。正收着，梁所长您就来了。你呢？梁所长，我今天一早就跟李先生请假了，我感染了风寒，申请在家里休息。可我正在床上躺着呢，李先生突然回来了，说我们家夫人中枪了，我就赶紧帮着李先生收拾行李，就这样。梁所长，你能不能快一点？我的太太还在医院抢救。好。这么说你们都没有嫌疑啊？那就委屈各位了。在此稍后，等有了结果，梁某随时向你们通报。阿木，把李玉先带过去。哎，啥意思呀？为什么抓我呀？干嘛？抓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鬼，我不是鬼！还了，回来，还了！凭什么抓我呀？放开！儿回来！凭什么抓我呀？梁所长，不用着急，有先有后都有机会。当然，我也欢迎你们去敲响那个房间的门，检举揭发。梁某随时在里面恭候。简直就是胡闹！我现在就要去医院看我的太太。查理，我们走。你要着急的话，我现在就派人把你太太接回来，你觉得可以吗？完了，哥，好了，完了，好了，梁所长，梁所长，我求求你别打哥，他什么都不知道。哥，完了。梁所长，梁所长，梁所长，你别打我哥，我哥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你说的什么共谍。我求你别打哥，梁所长还是个孩子，梁所长。梁所长，你别梁所长打他了，你别打他了。你不能这样，梁所长！梁所长啊！你不能这样啊，梁所长！梁所长，爸爸，好，出什么事了？玉儿，玉儿，哥，玉儿，过去，玉儿，过去，玉儿，玉儿，过去。玉儿，大伙，来！梁警员，你草菅人命！我要到大总哪里去告你？所长不要着急，里边收拾干净了，该轮到你了。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你的吗？
就是从我们初次见面说出“简路”这2个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武田和我斗得你死我活，到最后让梁所长捡了个漏。简路，没想到李先生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对古玩界的好坏也清楚。老家北方人。还有就是显碧云来到三阳里的时候，周三芳，我了解这个女人，她绝对不会因为钱跟你结婚。但是我很好奇啊，究竟看上你什么了？难道是看上你瞎吗？你把我请到这里，难道就是要听我们2个人的爱情故事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的爱情故事非常的凄惨，因为我的未婚妻还躺在病床上抢救，生死未卜，而你却抓着我不放。梁景元，我身为大公的义子，你却怀疑我是共谍，这分明就是对东元寺家族莫大的羞辱。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配合你。我现在就要见大总。没问题。但是在你交代之前，你是见不到大总。你这就是大总的意思。到底想干什么？你都说了，是大公的意思，只要你好好配合，我是不会难为你的。但是说实话，我特别想看到你鞠躬配合的样子。言归正传，接下来呢，我就说说我的猜想。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扶正啊。大佐接到消息，说共谍的白夜会在交易所接头，但是我赶到交易所的时候，就看到了显碧云还有你。但是无妨，无论是之前的交易所，还是后来的体检，都是我暗中查找白夜的一个环节。只是没成想，这个白夜实在是太狡猾了，他应该知道我在找他，所以他刻意隐瞒了他的胃病。但是我相信啊，一个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另外一个共产党。虽说这个白夜我没有找到，但是找到这个接头人也是不错的。索性我就让易爱达扮成了白夜的样子，几次三番在你们面前显露，引你们接头。但是没想到啊，今天晚上三阳里果真出现了一部电台。这个白夜还真的就在我们密码研究所，他一定是迟迟等不到他的接头人着急了，而李所长就是在为他打掩护吧？那我想请问，你刚才说的那位白夜，在他发报的时候，我的未婚妻正躺在医院抢救，而我是一个盲人，什么都看不到，我又如何给他打掩护呢？那你说的没有错，你是看不到，但是你有叉呀。照你这么说，东元寺的义子全家都是共谍，是不是一家人可就不好说了。是，碧云现在还是我的未婚妻，确实算不上是一家人。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看显碧云就是在借李太太之名行共谍之事啊。鸡之谈。李所长，摸摸你屁股下面做的这个东西。我可是在你们家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如果你们是真夫妻的话，每天晚上都睡在同一张床上，床垫为什么只有一侧有凹陷，而另外一侧平整如新，跟没睡过人一样？你别告诉我你们是叠着睡的。我说。麻烦李所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我的东西。将会成为你死者的盼望。梁所长，果然是心细如发。我和碧云确实没有睡在同一张床上，因为我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婚前不能同房。基督徒，没问题。那你为什么要刻意营造出你们同居的假象呢？洗手间可是有你们2个人共同的洗漱用品啊。莫非是心细如发的李太太教你这么做的？一开始我的确和碧云同榻而眠。男人嘛，总有想入非非的时刻。我为了能够守住底线，没过几天就搬到了查理的房间。至于你刚才说碧云的洗手间里有过我的生活痕迹，这很正常啊。查理的房间也有，他的洗漱柜里还有我的毛巾呢。李所长想得很周全呀，但是没关系，夜还长着呢，咱们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哎，于先生，于先生，您没事吧？到我了。实话实说，主会保佑你的。梁所长，坐。那你身体不舒服，喝点热。走走走走。那我直接说了啊，哎，李所长1个月给你开多少薪水？梁所长，您问这干嘛呀？我就是想知道，多少钱可以买来你这种人才的忠诚？我要为我报仇。黄儿，黄儿，你哥哥已经没了，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师父给你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要听师父的话。
时观察过你，李所长的一些工作其实都是你替他完成。对对，我说实话，你的能力不比外面那些专家差。但是这样，如果李所长通共的罪证一旦坐实的话，他是他，你是你，密码研发处处长的位置，我是会为你留着的。谢谢梁先生抬。你说在这乱世是吧？那是谁想当这梅花鹿，都想求个一官半职，当个豺狼。坐，您坐。实不相瞒，梁先生，这研发处处长我早就想当了。可是，哎呀，也不能因为这样就把共党的帽子给李先生扣上吧？那李先生眼睛都看不到，他怎么不发电报啊？那邢碧云呢？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秘密，如果一旦这些秘密曝光了的话，可是会牵连到你的呀。人家是夫妻俩关上门说的话，那他们秘密不能告诉我呀，我是个外人，对不对？你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有什么是觉得奇怪的吗？梁先生，您觉得什么才算是奇怪的细节？他们平时亲密吗？亲密，那能不亲密吗？哼，夫人来之前，以前李先生吃饭、睡觉、上厕所，那是不是都我来照顾？我在身边形影不离啊。结果这可倒好，夫人一来，我成摆设了。他们平时吵架吗？吵能不吵？一个中国人，一个英国人，这思想差异上就有所不同。他们平时几点就寝，几点起床啊？这个不太一定，但多半都是夫人早睡早起。那李先生工作嘛，我就跟着李先生晚睡晚起。李所长患有脑疾，他犯起病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李太太的休息啊？梁先生，您问我的这些事儿都是人家关上门之后的事儿，你说我哪知道啊，是吧？那我非要知道呢？梁先生，您再让我想想，让我再想想。实话实说，主和你说，实话跟你说了吧，他们两个根本没住在一个屋里。你是怎么知道的？李先生信这个基督教徒，婚前是不可能跟夫人同房的，他都是跟我共处一室。但是这种事儿吧，没法跟其他人说。你说这街坊四邻都觉得他们十分相爱，那为什么不住在一个屋里啊？是不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你说他还活不活了？所以就没说这事儿。但是梁先生，我为了您能抓住共谍，我可是全盘而出了。但您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要不然我没法当查理了我。梁先生，不知道这件事算不算是您说的奇怪的细节？李先生，查理，我回来了。慢点。
也不想跟你绕弯子了。现在这个共谍就锁定在你和李约瑟之间。告诉我，是他还是你？杨所长，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就把共谍的包围圈呢缩小到我和李所长之间。但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人必定不是我。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胆小怕事，而且呢也胸无大志。我那点业余爱好都是这么lit头大小的事儿。我能干到今天这个职位，我已经很知足了。我就想在咱们所里头踏踏实实的干到退休，别无所求。这公谍这个帽子太大了，我扛不住啊。共谍接头的时候，你恰巧不在研究所；共谍发报的时候，你恰巧要出现在三亚。怎么那么多个恰巧都让你碰上了？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哎呀，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Joseph， 过2天我要检查，一口都不能少。所以，只要咱们能应付得了施瓦茨的检查，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针对武田的行动了。首先呢，试探一下佐佐木，知不知道武田和海军的关系？说你对我不好吧，你甚至不惜调动海军，也要把宫本鱼给我请来一只眼睛。那佐佐木怎么连面都没露啊？虽然佐佐木今天没有露面，但是看武田的反应，咱们应该是赌对了。找海军出面是武田的个人行为，佐佐木应该也是刚刚才知情。海军不海军的，他们不都是日本人吗？那武田找海军帮忙有啥问题吗？海陆两军眼下势同水火，佐佐木断不会拿那份记录去找海军对峙。就算对峙，首先怀疑的也是海军，不会怀疑到咱们头上。我们聊得开心点，外面有人在拍照。视力正常的人习惯用眼睛去感知世界，所以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一定是地图上的信息。这上面打孔的盲纹，如果不仔细摸，就发现不了。
胜利的酒，我先干为敬。查理，你不是答应显小姐了吗？不是不喝了吗？答应他，是李约瑟，又不是丁一。坏了，本来以为搬到雾田之后，宫本羽衣就不会来，但我刚刚接到消息，这个医生已经到了，而且就是来给你治眼睛的。小姐，介意不说话吗？哎，宫本羽衣一旦对他展开治疗，势必会传爆，而现在时间紧迫，不然我们试试梦姐的办法，用普尔敏。不行，大量服用普尔敏对丁一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谁都不清楚。到时候应付不了检查，还会惹来更大的麻烦。要不这样，我去找佐佐木，想办法拖延时间。这更不行，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你贸然去找他，只会让他多疑。先别急，别急，再想想。宮本先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こちらへどうぞ。孟医生，快请进。我是来给你们报信的。早上，日本人又去找施瓦兹医生了，说是要和日本来的宫本羽衣一起给李先生会诊。还好施瓦兹医生上午不来诊所，我就说替他来了，可以帮你们掩护。谢谢你啊，孟姐。我刚刚也得到消息，这个宫本羽衣已经到医院了，马上要对他展开治疗。刚刚我们还在商量要不要用你那个方法给他吃普尔敏，可是我们根本都不懂药理，不知道摄入多少才可以。你能来太好了。如果决定大量服用普尔敏的话，除了乏力、嗜睡、困倦的副作用他需要克服，2个小时以内必须赶回这儿，我要替他洗胃，不然的话，他的眼睛会造成永久性损伤，还会有生命危险。只给他一个人看病，不用排队也不用挂号，2个小时应该够了吧？没有那么简单。服药之后，他会很容易困倦，还会陷入昏迷。如果他真的睡过去了，会怎样？他们会在他身上发现药物反应，之前做的就前功尽弃了。我都吃完了，哪儿那么麻烦？丁一，丁一，怎么样？还晕吗？有用，有用。还是有点困难。还晕吗？哎，快抽啊！你是不是胡闹啊？小小姐，
有没有冰块啊？可以找到冰块吗？来不及了，再来一次。小林队长，李先生已经恭候多时了。すみません、私が。请在外面耐心等待。佐々木大佐からの命令で必ず検査に付き添うよう言われている。それほど我々大日本帝国はリーさんの体を大切に見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小林社長、責めるべきなことは専門家に任せて、私たちはそれで待ちましょう。コーヒー一杯をもらえますか？嘿，请帮他准备一杯咖啡。嗯。結果は？宫本医生，要喝咖啡。宮本先生がコーヒーが飲みたい。コーヒー？啊，谢谢。上海のコーヒーは東京よりうまいですね。もう眠くなったんですか？李先生，您困了吗？可能是因为最近煤机关的工作太过繁重，昨晚又遭遇了火灾，略显疲惫。おゆっくり休んだ方がいいですよ。还是要多注意休息。仕事はいくらやっても終わらないですからね。人間の病は脳から生まれた悩みです。中毒が来て、とうとう鶏コレラの経費であなたの診療期間を延ばしたんですが。人生は本当にずっと順調にいくわけではないですからね。例えば今回は船で事故メレートのことを本当に感心しましたよ。その初日目からさ。第一天的时候呢？给我也来杯咖啡。結果は？还要一杯。もう一杯欲しいそうです。宫本医生说上海的咖啡好喝，他有点疲惫，需要提神。おい。もう一杯よろしいね。はい。就是这样，整整待了3天。到第3天的时候呢？到底还有几天？宫本医生，要不我们先开始检查吧，也好让李先生早点回去休息。あ、そうだ。話でこれを忘れちゃいました。一聊就忘记了。
目を動かないよう配合一下医に、生なるべく下の方に見てください。向下转动。どういうことだ？眼圧は高いですね。宫本医生，这是病人之前的病历。火一直独舞，破碎的蜡拖着温度，红透过眼眶，摇曳那微弱的一盏无助。花捧起朝露，皲裂的身躯化成泥土。等天边日出，第一缕光辉替我起舞。家隔着迷雾，没有方向，也没有退路。在咽下痛苦，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摇晃着谁的床，低声的诉。心沙沙作响，或是你，或是我在感伤。他在守望茫茫原野上，泪水拂过已皲裂的伤。他在守望阴影里流浪，夜色落幕，回首已是天亮。隔着迷雾，没有方向，也没有退路。在咽下痛苦，假的戏真的人说不清楚。风去往何处，摇晃着谁的床，低声的诉。心沙沙作响，或是你，或是我在感伤。他在守望